道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当然在乌克兰现在是冰天雪地。本来以为说碰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时候，大家总要休兵吧，总要这个休息吧，不然这么冷这么大。结果乌克兰完全没有要放过俄罗斯的意思。对，雨一停就打仗。对，泥将军结束，乌克兰就反攻了。现在整个战场，乌克兰开始反攻了。对，现在整个战场呢聚焦在梅利托波尔跟巴赫穆特这两个大城市。我先给大家看这个，这是梅利托波尔的画面哦。梅利托波尔现在是连番的乌克兰去轰炸它，除了晚上炸之外，白天也炸。给大家看下个画面，那个白天整个断垣残壁，炸的一片残骸。为什么？因为梅利托波尔如果打下来的话，接下来就打赫尔松。赫尔松打下来，克里米亚半岛就直通克里米亚半岛。所以对乌克兰来说，这个梅利托波尔一定要打下来嘛。而且呢，他们去轰炸这个梅利托波尔之外呢，你说现在冬天，现在这个季节到处都战火，到处都战火。然后你看这个画面，哇，断垣残壁，他们是把整个梅利托波尔的这个城市哦，俄罗斯的占领区哦，能轰炸尽量都轰炸。之前这是乌克兰轰炸的，对，乌克兰轰炸，他们之前还会留守，对不对？他们现在发现该撤的乌克兰撤一撤，剩俄罗斯，对不对？毛起来杀，城市打掉没关系，我之后再重建，我要把这个战略要地打下来，我之后克里米亚半岛我才可以吃下来。对，另外呢，再给下一个画面哦，这种白天就有大量这种飞弹，你看这样子看，这些都是飞弹哦，就空袭这个梅利托波尔，它空袭连那种公寓啊、医院啊、歌剧院啊，全部都炸。他之前还想说自己有自己的乌克兰人没办法打，对不对？对，现在完全不管了，我俄罗斯人全炸，然后呢？晚上恐怕你看这种，所以他现在的火炮比俄罗斯多了，当然是多。俄罗斯现在根本没有火炮了嘛，而且呢，甚至连这克里米亚半岛都有被轰炸。我们来再看下面这个画面是克里米亚半岛的这个新费罗波斯哦，这新费罗波斯是个军营的，结果呢，爆炸完后要给说法嘛，俄罗斯要给说法都不拢，有的人说是营区用火不慎发生火灾，然后有人说是演习爆炸，不知道讲白话文嘛。就是乌克兰用远程炮火打嘛。另外呢，我们来看下一个画面，第六个画面，这个乌克兰军队去攻击瓦格纳集团。你看，这是个旅店，这个旅店看起来没有什么，对不对？可是瓦格纳佣兵呢，竟然把这边包下来，变他们的旅店。这是瓦格纳佣兵的指挥所，对，结果呢，直接把整个瓦格纳佣兵的指挥所打掉，然后里面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瓦格纳佣兵整盘端走。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是真的毛起来在打。他们讲说，为什么要把梅利托波尔给拿下来？因为搞了半天，这是非常重要的转运站。如果我把梅利托波尔拿下的话，俄罗斯你要补给就没门了。对，我说拿梅利托波尔，拿赫尔松就拿所谓的克里米亚半岛。这梅利托波尔是往克里米亚半岛运粮食、运汽油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整个乌南东往西北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到底呢？现在乌克兰现在有多少这种先进的武器哦？先给大家看这种土耳其的导弹。现在各国这个土耳其叫做 TRLG 的230导弹，因为呢，其实海马式火箭弹太贵，其实没有那么多海马式火箭弹打。可是他们呢，现在就去跟土耳其要这种 TRLG 230的这个导弹。这个导弹其实跟海马式火箭弹非常非常像，车载的，然后呢也是一样，在中程在150公里左右。它有一个很强的优点是什么？它的这个弹头啊是可以通过无人机去做雷射瞄准的。哇，这个雷射瞄准精度这说啊，2米以内的精度可以打掉。所以呢，2米很近了耶，非常非常近，2米很近。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是德国莱茵金属又给乌克兰的东西。德国莱茵金属给乌克兰2具这种防空快炮，它叫 Skynex。这 Skynex 的防空快炮呢很有趣哦，它因为呢导播带回来好，它的底盘呢是这种平整化的底盘。对，这个平整化的底盘干嘛呢？它可以随时装在卡车、各种载具上面。你只要一装上去呢，它可以去弥补到所谓飞弹的不足。简单讲啊，打无人机啊，白话文，或是一些飞弹防空飞弹漏掉，快掉下来，这个防空快炮可以把它打下来。所以现在乌克兰手上是刚刚6个一下就打光了，6个一下就打光。所以说现在乌克兰你看看8个一下，对。乌克兰现在手上是满手都是武器。好，我今天讲完梅利托波尔之外呢，现在给大家看巴赫穆特的画面。巴赫穆特现在也是变成是废墟。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这是巴赫穆特晚上的状况。现在乌克兰对于巴赫穆特的轰炸是24小时不分日夜的轰炸。可是你看哦，因为呢他知道里面产生平民，所以你看哦，这是乌克兰一个特种部队哦，设法把这个巴赫穆特人，你看哦，对，带出这个城镇，还有先把居民清空，清空完后就轰炸。所以这个小队一次要带10个人，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然后给大家看下个画面，这个画面看了真会鼻酸，这是个小朋友，你知道吗？导播如果把声音推出来的话，你就会看到
他这小朋友的背景是密集的轰炸炮火声，那小朋友就在这边哦，面无表情的吃着手上的零食，旁边是炮火，要是我就吓得屁滚尿流了，他没感觉。对他面无表情的吃着零食，然后呢，记者问他说：“请问你的愿望是什么？”他就说2句：“希望战争结束。”所以这么小的小朋友都不会战火，所以现在整个巴赫穆特哦，真的是一片废墟。他们是形容没有1寸土地适合居住，没有1块地方没有遭到炮火攻击啊！所以这个是巴赫穆特现在的状况。好，董事长，白讲对，到了冬天。其实普丁已经用尽各种手法，我把你乌克兰的所谓的电力设施，我把你的这个所谓的取暖的设备全毁了，就没有想到乌克兰越打越猛。刚才讲的这2天在梅利多波尔、在巴赫穆特，两边现在是狂轰滥炸，而且把梅利多波尔几乎都要抢回来了。现在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战术上而言的话，普丁改变了做了非常大的转变。他本来双方都是攻击双方的军事设施、跟军事的营地，对不对？现在普丁现在全面的攻打，包括能源设备、人员跟他的取暖设备，他希望用彻底能够击毁乌克兰的人，就是民心的这个民心跟士气。这么冷，你没有暖气怎么办呢？所以像敖德赛，昨天这个我看到那个泽连斯基出来演讲，敖德赛现在大概只有50%的地方有暖气的。这个整个城市已经非常艰困，然后现在两边的交战也非常的激烈。所以说这个整个大部分的城市，主要城市，通通都被毁掉了，知道？所以然后呢，有1/5的人口已经离开了乌克兰，那另外有1/5人口呢离开了它本身的乌克兰本身的这个原来居住的住家，都到其他比较安全的城市去住了。然后它的整个总的生产的 GDP 呢，只剩下原来的1/3了，所以它问题是非常严重。然后有缺钱，各方面都缺乏。然后呢，但是现在有一个好的现象，就是西方盟国原来不愿意支持乌克兰的一个理由是什么？什么？乌克兰是贪腐政府，对，所以他不愿意支援。那现在呢？现在认为说乌克兰这个政府是干净的，而且愿意打到底。这个概念不一样哦，所以你就看马丁诺夫，难怪德国都进来了。所以欧洲的媒体现在全面一面倒，就是支持乌克兰打到底。是哦，这个情况变了，非常大的转变。对，所以你看到，而且刚刚讲的，乌克兰现在没有暖气，没有装备，没有在管带，照样要打下去。不是，他打法不一样，因为他现在美军有限制他不能打到俄罗斯本土，对不对？你知道他怎么搞？你知道吗？怎么搞？他用他的特战部队，也就是说他的特战部队已经渗透到俄罗斯的领土，然后用无人机在做攻击，就是说他用敌后的方式进去，他一个小队进去就好了嘛，一个小队进去，然后带着无人机进去轰炸，带着无人机轰炸的话，那破坏力就很大嘛。对不对？他原来你说一个分队一个班能够有个没有用嘛，没有打击力。可带了无人机就不一样喽，带了无人机才装起来，带了炸药打完就撤退，机动性高，破坏力大。对，所以你看到很多俄罗斯本身的很多的后勤的单位通通被炸掉，还有空军基地被炸。那个不是远程飞弹。那个其实是无人机进去干的，而且他是用敌后工作干的。难怪莫斯科最近一不断的大火。他现在最近的地方距离莫斯科是150公里而已啊，所以他告诉你普丁一句话：你俄罗斯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但这个政策、这个战略能不能得到美国支持，并没有。美国人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因为这种事情发生的情况下，那整个就扩大了嘛。所以现在普丁在前2天不是有跟对外宣布吗？长期战，对不对？是。还有一个，他认为现在俄罗斯是一个被攻击的一方，我用核弹了，所以要核弹，所以这个东西搞成欧洲认为会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所以战区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现在原来想象的说，就到俄乌为止，它随时有可能，它这个核弹的使用方法不知道啊，但是俄罗斯一定会扩大，如果扩大了战争的可能性的话。那这个都变成欧洲大战，所以现在目前其实是在最敏感的阶段，因为已经到这个阶段，整个乌克兰人的决心呢非常强硬，他不认输了嘛，就一直跟你干到底了嘛。刚刚正浩讲的对嘛，你克里米亚他会开始打嘛，到底是飞弹打到的还是敌后工作去做的，不知道。现在反正告诉你，俄罗斯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地方，然后这个乌克兰也是打到了一个已经是非常艰困的地方，但是看起来是可以长期干下去的。好，是我刚刚讲的，现在最可怕的武器就是整个天后。天后刚刚讲的，我们现在台湾
有什么副北极震荡，台湾越来越冷。可是你要讲，现在真的很多地方都非常冷，哈萨克冷到什么程度？冷到门都已经结霜了。而且这个温度大概是多少？大概零下30度左右的一个状况。你看，他们就说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这个冰河时代。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因为目前为止，在这个当地来说的话，缺电又停水的这个状况。你看，现在整个温度是相当低哦。因为为什么？因为哈萨克对，因为他们原本的供暖系统来说，因为缺电的关系没办法供暖。那整个状况来说的话，你看，但我-30度还不能供暖。对，你看他们现在整个房子外面全部都是冰。你看门一打开来说的话，里面全部外面是冰，没有话说，这是里面的门，里面的门也冰，里面门都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说，目前为止来说，整个城市里面来说，因为住了40万人。40万人目前都处在随时都有可能会冻死的一个状态，那到底有多冷呢？你看啊，像目前为止来说，整个状况，因为没有办法供暖，所以他们很多公寓里面都出现了非常长的冰柱。你看这么长的冰柱，这水弄出来之后呢，对，没多久之后就变成是水柱，都变成冰柱。为什么？因为它水已经完全结冻了，在路上看到，对，完全结冻了。水喷出来没多久就完全结冻的一个状况。那目前为止，因为他们整个火力发电完全中断，所以水没办法弄过来。他们现在怎样？他们现在只能够在外面就焚烧东西，都取暖的一个状况。否则零下40度，我相信台湾人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大部分的这个哈萨克人都觉得说，哇，我们即使是看过那么冷的地方，我们也都会受不了的一个状况。所以，这次的副北极震荡，刚刚讲到，整个亚洲、日本、台湾，对，都变得很冷。没有错，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你看整个寒流往这个日本海过去之后，现在整个日本的北边，包括说像北海道啦，或者青森啦这些地方，都已经开始下起了大雪。那尤其是今年最强的大，对，目前这是札幌，你看30分钟的，它是30分钟的这个积雪，你看。没多久，原本一开始路上是没什么积雪，然后你看过了30分钟之后，你看已经慢慢下来之后，你看就整个已经有一层积雪在地上的那个状况。那这不只是北海道这样子而已哦，札幌市都突然下起了这个大雪的这个情形，甚至连这个青森，你看青森来说，你看这过去一段时间青森已经很久，他们冬天已经很少下这么大的雪，他们说连青森当地人就说哇，你看已经整个房屋都被雪覆盖了这个情形。那整个路上来说的话，他们就说整个雪已经超过了1公尺以上，而且是突然而来。他说前几个礼拜的时候温度还10几度，现在马上就下了这么大雪。他们说哇，完全都怎么突然之间，这个寒潮就来的一个状况，而且他们毫无预警的一个情形。那不是只有这个日本这个样子，连这几天中国也是一样。好不好？你看这个画面，这画面是什么？在新疆地区已经太冷，他们就目前要他们放牧要移转羊，对，就转场之后，羊都被埋在雪堆里面，他们现在羊都埋在雪里面了，对，他们就一个一个去把它挖出来。那幸好这个羊有些还被雪埋了，有些还有生机，所以还没有关系。他们现在准备要转运到。好，那除了这个地方，在阿泰勒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目前温度是零下-42度。那-42度是怎么样一个状况？你看当地人就说好，那我试试看到底多冷的一个状况。他们就说把这个水拿出来倒，就拿出来倒之后，你看马上结冰了，它就结成一层冰。结成一层冰来说，你看冷到什么程度？冷到他们原本很多这个内蒙古当地目前都要做所谓防控风控的这个状况，他们说这样好了，我们现在没办法这个核酸检验，因为实在太冷，你如果出门来说，搞不好你会被冷死，所以目前为止都全部停掉。好，那我们讲到中国之后，其实台湾这几天也是一样，台湾的山区，你看。福寿山的话，很多高丽菜啦，很多菜啦，完全都是结了一层厚的一层霜。那甚至那武陵农场也因为低温来说结了一层霜，甚至在合欢山，你往这个武岭的这个方向来说话，现在整个道路来说都已经结成这个金冰。所以你看，事实上这整个低温呢准备要来的时候，但是现在还不是最低温，我们要记得说，这礼拜6日恐怕会有超级低温会出现。好，嘉伟，今天我已经感到很冷了。难道这个天气会越来越冷吗？而且看这个图，吓死人了！这叫什么副北极震荡吗？然后这个白色都会很冷吗？而且台湾就在这里面边边。对，确实没错。宝杰哥，如果你觉得这几天已经够冷，我告诉你，这周末你会冷到受不了啊！假的，而且这还只是你说周6会更冷，周6会更冷，而且这个冷还只是刚开始，因为要一路冷到过年后哦，所以会一直冷下去。所以真的大家要好好做好保暖工作，尤其这个礼拜6开始，在北部地区的低温有可能会低于10度以下，那甚至在台中彰化，你觉得在中台湾应该不会那么冷了，对不对？体感温度可能掉到只剩3度。
所以真的这个就在周末彰化就在彰化，因为比较空旷，而且这一波是比较干冷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呢，就是到时候冷的感觉，辐射冷却的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明显。好，我们看这个天气图里面，刚刚讲什么叫做副北极震荡？因为我讲说台湾刚好就在边缘呢。对，其实副北极震荡哦，其实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般北极震荡它的部分都是集中在这个北极圈里头，那它外面有所谓的这个疾风喷流，会把冷空气给圈住嘛，对不对？但是今天还有喷射气流可以围住。对，但是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的部分，就是因为那个高速气流开始乱跑，所以导致有所谓热穹顶的现象。到了冬天发生什么状况？热空气进去之后，开始它的中心开始裂解，那所以其中有一个中心是来到了西伯利亚这附近，所以冷空气会开始慢慢的沿着包含是黄河、包含长江，慢慢的一路往华中华南来推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虽然在这边感觉离这个比较强冷的空气有段距离，但是注意到哦，到了周末开始，这个越浅的颜色表示温度越低，开始慢慢的包含8度线、10度线会开始慢慢靠近台湾，所以在这个周末来讲，这个温度就会明显降低非常的多。而且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到它是急降的。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未来这6周的一个天气形态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要走到12月，虽然说现在气象局还是比较保守，因为现在3个国际模式当中，剩下日本气象厅那个模式还没出来，所以他预估的比较保守，认为还是长天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但是你看到这个在什么时候？这个是在圣诞节，有没有？12月25号、26，刚好这个时候又有一波寒流来到8度左右。那另外一波在什么时候？包含是在1月份。过年前大概1月7号左右，这时候又一个寒流，所以等于说从这个礼拜开始，一波一波，大概连续3个礼拜要连冷3个周末。